老公生日这天，接到了法院的诉讼书，上面显示的原告赫然是婆婆的名字。她状告老公不负赡养义务，要我们每个月给10万养老金。老公还不是很灵活的，左手拿着起诉书，心如死灰。婆婆以为这样就可以随意拿捏我们，迫使我们拿钱消灾。可是她却不知道，我也正在准备将她告上法庭。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下午，接儿子放学的路上，我的心里没来由的一阵心悸。一阵急促的电话声突然响起，吓得我浑身一激灵。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说道：“嫂子，我是谢川。江淮进了急诊，现在在人民医院，你赶紧来一趟吧。”江淮进了急诊。听到这个消息，我瞬间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耳朵也嗡嗡作响。滴，急促的鸣笛声响起。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正站在马路中央。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一辆出租车差点撞上我。司机停下车，探出头来怒骂道：“你是眼瞎了还是不想活了？站在马路中间找死吗？”我见是个空车，没理会司机的愤怒，直接打开车门，坐到出租车上。“师傅，麻烦您送我到人民医院。”我老公刚进了急诊室。出租车司机听到这话，表情倏地一变，他嘴角嗫嚅了几下，最终什么话都没说出口。我赶到急诊室时，手术灯依然亮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朝我迎面走来。他表情严肃，声音中带着一丝同情，低声对我说道：“你好，你是江淮的妻子吧？”“我是江淮的部门总监，我叫谢川。江淮在工作的时候突发脑溢血，现在正在抢救室抢救。不过你放心，江淮是在工作时出现的状况，出于人道主义，公司会承担他所有的医疗费和其他费用。”脑溢血，这3个字如同闷雷一般在我脑中炸开。我看着眼前谢川的嘴巴张张合合，可是却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所有的关注点全都集中在江淮突发脑溢血这件事情上。江淮是一名程序员，虽然工作辛苦，但今年也才刚过而立，怎么就突发脑溢血了呢？到了现在，我还怀疑这是一场骗局。我迫切地希望站在我身前的这个男人压根不是江淮的上司，而是一个骗子。但是现实给了我沉重的一击。手术室的门在这时打开，我呆呆地看着谢川上前询问医生江淮的情况，后知后觉地也跟了上去。还好并没有出现我害怕的场景。我真担心江淮像电视剧中一样，头上蒙着一块白布被推出来，
还好还好。医生，我丈夫没事吧？哎。医生悲悯地看了我一眼，叹出口气，久久没有回答。我的心一寸寸地冷却下来，无数种不好的设想涌上心头。我的身体抖得厉害，眼睛直直地盯着医生的脸，想要一个确定的回答。病人属于过度劳累引发的脑溢血，现在病情虽然稳定住了，但是等病人清醒后，大概率会中风。希望你们家属尽早做好安排，及早给病人做康复。他还年轻，有希望恢复到正常水平。中风？还好只是中风。虽然中风代表着江淮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歪嘴眼斜，甚至不能行动说话，但至少这个人还在，还陪在我和孩子身边。这已经是上天给我的最好的恩赐。我连忙谢过医生，跟着一起来到江淮的病房。办理完各种手续以后，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谢川见江淮没有生命危险，起身跟我告辞，说是明天会带着公司的赔偿协议过来。这个时候我才想起看一下手机，上面竟然有几十通未接电话，是康康班幼儿园主任的电话。糟糕，我竟然忘记去接孩子了。我连忙回拨电话，那头传来康康班主任的声音，夹杂着一丝责怪：康康妈妈，现在这个点了，还没有人来接康康回家。我给您和康康爸爸还有康康奶奶打了好多电话，都没人接听。康康现在还在幼儿园，您快点来接他吧。去接康康的路上，我给婆婆打电话，打了4、5遍，才终于被接起来。电话那头声音嘈杂，婆婆不耐烦地问道：“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非得浪费电话费？”我深呼吸一口气，才忍住没有哭出来，声音略有些颤抖地说道：“妈，江淮住院了，康康在幼儿园没人接。康康班主任打电话来说，他给您打了电话，您也没接。哎哎哎，别动，碰，糊了，给钱给钱。”婆婆的声音中满是赢钱的欣喜，丝毫没有对儿子住院的关心。我太忙了，没看到。再说，他们班主任不是在看着康康吗？我们每学期交这么多钱给学校，他们老师看一下又怎么了？还有你这么大个人了，连接孩子这种事都能忘。要是我孙子有什么事，我可跟你没完。我今晚不回家吃饭了。淼淼说小勇想吃姥姥包的牛肉水饺，我一会儿去给他包一点。忙着打麻将，忙着给外孙子包饺子。妈，江淮他……没等我说完，电话那边就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婆婆已经将电话挂断了。江淮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婆婆漠不关心的态度彻底让我心寒。我只能打电话给爸妈求助，
秀秀，我让你妈先去找你，你们一起先把康康送回家。医院里病菌太多，别给孩子再整病了。我去医院先照顾江淮，等你吃过晚饭再来替我。知道事情经过后，我爸二话没说，立即做出安排。到了幼儿园，康康的眼睛显而易见的红肿，小家伙一定是哭过了。妈妈，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来接我呀？是不是因为康康不乖，所以你和爸爸要让小勇哥哥当你们的儿子，不要康康了？是谁告诉你爸爸妈妈会不要你的？是奶奶。我不愿意把我的奥特曼送给小勇哥哥，奶奶就说我不乖，要让爸爸妈妈把我丢掉，要小勇哥哥住我们家。妈妈，我会乖乖的，你不要扔掉我。康康稚嫩的语言像是一把利刃刺在我的心上，怒火从胸口的破洞中汹涌而出。我忍住心痛，俯身抱住康康，说道：康康不怕，你永远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儿子，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跟康康解释完我迟到的原因后，正好我妈赶了过来，我将康康交给她，匆匆回到医院。康康委屈的小脸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努力平息心中的怒火，心想就算要算账，也得等江淮醒了以后再说。到了病房后，江淮还是没有清醒。我爸在病床前正在用棉签蘸水，点在江淮干裂的嘴唇上。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吃过晚饭了吗？见到我来。我爸关切地问道。我不饿。那怎么行？小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你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照顾他？你在这守着，我去买点吃的回来。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江淮两个人，积攒了一天的委屈再也控制不住地爆发出来。我在他的病床前哭诉今天的经历，讲到康康说的话时，彻底控制不住，扑在江淮身上失声痛哭起来。我多希望江淮能够像往常一样把我揽在怀里，轻声安慰，可他依然紧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像陷入了一个美梦，不愿醒来。江淮他妈真的说了这种话。我只顾着发泄自己的情绪，没注意到我爸已经回到了病房。此时他怒目圆睁，因为气愤，一张脸涨得通红。我这就给那黑心肠的老太婆打电话，自己儿子住院不管，还想扔掉亲孙子，他这是欺负我们老纪家没人吗？我没有阻止我爸的动作，正好我也对婆婆的行为很不满，想要听听她的解释。还没等我爸打电话，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婆婆。秀秀，大半夜的你怎么还不回家？又跟江淮在外面浪什么呢？连康康都不管。还有你妈为什么在我们家？我跟你说，我们家可没有多余的房间给她睡。
你赶紧让他回家。”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婆婆一连串的责问迎面而来。我爸在一旁气得直接把电话夺了过去，冷声说道：“我们也不稀罕住你家。”听到我爸的声音，婆婆愣了几秒，随即尴尬地笑道：“是亲家呀。”嗨，这俩孩子这么晚还去打扰你休息干什么？还让亲家母费心来家里照顾康康，真是该打！干什么？你连自己儿子住院了都不知道吗？江淮脑溢血，医生说有中风的危险。你是怎么当妈的？你说什么？中风？姓纪的，你敢诅咒我儿子？我给你2分笑脸，你还真以为我怕你啊？让江淮接电话。听到我婆婆蛮不讲理的话后，我爸气得胸口起伏不定，对着电话那头的婆婆怒声说道：“你儿子就在人民医院3楼，你自己过来亲眼看看。从家到医院20分钟的路程，我和我爸等了2个多少小时，我婆婆才姗姗来迟。一同前来的还有我妈和她怀里熟睡的康康。你带着康康来做什么？这不是胡闹吗？”我爸原本气就不顺，对着我妈也没什么好语气。我妈同样语气不善地回道：“你以为我想带着康康来遭这份罪呀？某些人把咱们当贼一样防，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面对我妈的冷嘲热讽，我婆婆全当没听见。她这会看到了病床上昏迷的江淮，才终于相信我爸的话。小怀不是生病了吗？我想着多个人多个帮手。再说亲家母也不常来我们家，我怕她一个人在家也不自在。呵，什么你们家？我没记错的话，房本上写的可是我闺女的名字。我闺女的房子，我们老2口去住，能有什么不自在的？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话算是刺在我婆婆的心窝子上。果然，我婆婆气得脸都成了猪肝色，气急败坏地说道：“那是我儿子买的房子，就是我们江家的房子，跟你们姓纪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还知道你有个儿子啊？”江淮从出事到现在6、7个小时了，你这个当妈的不仅不问一句孩子有没有事，还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到底是不是江淮的亲妈？我怎么不是？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江淮的亲妈？我跟你个老东西拼了我！婆婆神色慌张，大声尖叫着就要扑倒我爸身上。还好护士站的护士听到声音赶了过来，厉声说道：“这里是医院，禁止喧哗，有什么问题出去说。”闻言，我婆婆讪讪地停下手，啐了我爸一口，说道：“我不跟你一般计较。”转头就去问护士说道：“我是江淮的母亲，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护士翻了翻手上的病历，回道：“病人是工作压力过大，加上休息不足诱发的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了，但醒来容易出现中风、瘫痪等后遗症。
具体还要等病人醒来做进一步检查才行。瘫痪？他瘫痪了，谁来挣钱养家？不行，绝对不行！您去跟医生说，给我们再好好治治。我儿子可不能瘫痪啊！听到这话，护士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说道：“您不要这么激动，病人只是有一定瘫痪的几率，现在还看不出来，得等后续检查。”婆婆听后，失魂落魄地坐到床边的椅子上。要不是听了她前面那番话，我还真以为她就是单纯的心疼江淮。沉默半晌，江淮依旧没有要醒的迹象。我心疼地看着熟睡的康康，就让我妈带着康康先回我妈家。婆婆闻言立刻道：“我也先回去，我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等江淮醒了，你再给我打电话。”对于婆婆的操作，我无语至极。夜深的困意和疲惫让我不想再跟她有任何口舌之争，只是点点头，同意了她的要求。待我婆婆走后，我爸长叹一口气说道：“你看你这是个什么婆婆？当时我和你妈就不同意这门亲事。我知道我爸的抱怨是为我好，但现在我真的太累了，什么都不想听，所以打断了我爸的话，说道：‘爸，别说了。’从认识江淮开始，他就一直是家中不受宠的存在。这种情况着实比较罕见，甚至一度我都怀疑江淮不是亲生的。大姑姐从小在吃穿用度上无一不精，她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公婆就花了大价钱让她去了私立高中。后来更是东拼西凑，花了好多钱供她出国读书。从国外回来，大姑姐开始创业，本金全都是公婆赞助的。后来公公意外去世，赔偿金也全都被婆婆偷偷补贴给了江淼。江淼结婚时，婆婆给她准备了8万8的嫁妆，还把名下的房子写了大姑姐的名字。可惜大姑姐实在不是经商的料，没几年就把这些钱赔得七七八八，连房子都被拿去抵押还债。婆婆对江淮说：“你是男孩子，要学会独立，要有担当，不要羡慕你姐姐的东西，你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知道吗？”好在江淮的心态好，从小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她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加积极向上。因为生活费少得可怜，从高中开始，江淮就被迫寻找各种赚钱的途径。误打误撞下，他发现自己在计算机方面有天赋。利用这项技能，江淮不仅赚到了生活费和学费，还攒下了一笔不菲的私房钱。毕业后，江淮打算开一家私人工作室，筹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但公公却在那个时候出了车祸。他作为儿子，要负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只得接受现在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当了一名高级信息技术工程师。我和江淮恋爱时，
我爸妈是10000个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他们说这种家庭嫁过去就是受气的。但是江淮对我太好了，连带我爸妈也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后来我爸妈也就松了口，但有一个条件是必须要买1套房子。江淮也不含糊，连续熬了几个月，加上之前攒的钱，全款买下1套130平的房子，并且在房本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江淼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这件事，在我们结婚前还一直撺掇婆婆来劝说江淮把房本上的名字改成婆婆的。婆婆软硬皆施，整整闹了半个月。无奈江淮就是铁了心，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主意，并扬言婆婆如果再这么闹下去，就与她断绝母子关系，以后只出最低赡养费。婆婆怕江淮真不给她养老，这才愤愤不平地歇了心思。婆婆见动摇不了江淮的决定，只能退了一步。她表明房本上可以写我的名字，但是婚后她要和我们一起住，不然她就吊死在新房里。江淮无奈，只能答应婆婆的要求。江淮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还是后来婆婆顺嘴吐槽江淮白眼狼，没有江淼孝顺时无意间说漏了嘴，我才知道江淮为了娶我顶了多大的压力。第2天一早，婆婆和江淼竟然来到了医院。婆婆见到我就把手上的塑料袋递给我说：“没吃饭吧？给你们带了饺子过来，赶紧吃吧。”江淼也在旁边附和说：“这是妈特意给你包的。”小勇想吃都没给他呢。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怀疑地打量着眼前的母女俩，果然，江淼接下来的话让我重新燃起怒火。小怀还没醒吗？他们公司里的人准备怎么赔偿？我上网查过了，小怀这属于工伤，公司应该赔偿我们。如果小怀瘫痪了，那我们能拿到的赔偿金更多。小怀公司那么大，到时候我们再去闹上一番，争取让他们赔个大的。江淼脸上是对金钱毫不掩饰的贪婪，仿佛这笔钱已经落入到他的手中。我气得浑身颤抖，攥紧拳头，想要一拳挥在江淼脸上。秀妈！昏迷了1天1夜的江淮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婆婆和江淼，她的眼里全是如沐的光亮。我记得江淮说过，她小时候生病住院，婆婆从来没在她病床前守过。那时候她很羡慕隔壁床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陪伴。现在见到婆婆，她应该是开心的吧？小怀，你终于醒了，你觉得身体怎么样？还能动吗？婆婆一把拨开我，扑倒江淮的病床前，紧张地问道：“我。”江淮嘴角抽搐，一句话都说不完整。婆婆拉着她的手，一副关切的嘴脸，问道：“小怀，你试试，你还能动吗？”
江淮闻言，想要坐起身来，却发现自己根本起不来。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害怕地望向我，问道：“秀，我怎么了？”我不知该怎么说才能不伤害他。还好这个时候，我爸带了医生进来。我们看着医生对江淮进行检查，大气都不敢出。病人是典型的脑溢血引起的中风。年轻人别担心，后期好好做康复，一定会好起来的。只是中风吗？不是瘫痪吗？医生，你可检查清楚了？婆婆不可置信地向医生询问。她紧紧地盯着医生，想听他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老太太，不用担心，您儿子这个病不严重，好好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医生只以为婆婆是过于担心，才口不择言，安慰了一句后，转身离开了病房。怎么是中风呢？这才能赔多少钱哟？婆婆嘀嘀咕咕地说道，也不在乎。江淮就在边上听着。钱，你就知道钱？为了钱连自己儿子的健康都不关心的吗？我爸早就看不惯婆婆的做派，现在彻底爆发出来，对着婆婆吼道。婆婆两眼一瞪，一点不心虚地回道：“我的儿子，我关不关心他的健康，关你什么事？”婆婆丝毫不留情面的话，让江淮的眼睛瞬间暗淡下来。她努力想维持住自己的表情，可难过加上中风后遗症，她的五官皱在一起，又丑又可怜。江苗等婆婆说完，才假意宽慰了江淮两句，然后问道：“小怀，你们公司不会不管你吧？你们负责人电话是多少？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处理结果。”江淮眼里的光完全暗了下来，他转过头去闭上眼，再也不肯说一个字。谢川带着公司赔偿来的时候，病房里正吵得不可开交。凭什么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一个是江淮的亲妈，一个是江淮的亲姐姐，你们两个才是外人。对，我看你就是贪图我们江淮的赔偿金，想要背着我们独吞，才要赶走我们的吧？嫂子，领导要我把赔偿金带过来给江哥。谢川无助地站在病房门口，犹犹豫豫地开口说道。听到赔偿金三个字，婆婆和江淼同时住了嘴，一溜烟儿跑到谢川面前。江淼张嘴问道：“赔多少？”我告诉你，我弟弟现在可是瘫痪不能动了。你们这个丧良心的公司，要是赔的少了，我就去劳动局告他。谢川和江淮关系不错，平日里谢川经常来家里吃饭。他清楚我婆婆和江淼有多难缠，所以当即变了脸色，义正言辞地说道：“江淮虽然是在公司里脑溢血引发了中风，但是工伤法里明确说明，对于这种疾病，
不能判定是否是由于工作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即使不赔偿也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还是打算负责江淮的医药费和护理费，还有公司给予的赔偿，一共20万。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随时可以去劳动局，到时候你们一分都拿不到。婆婆母女俩都是欺软怕硬的角色。谢川这番话成功的让两人变了脸色。可这笔钱的数额应该没有达到江淼的预期，所以她不死心的还打算继续争辩。婆婆伸手掐了江淼一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20万就20万吧，我们小怀大度，不跟你们这个丧良心的公司计较。把钱给我，你可以滚了。”谢川脸色黑得厉害，并不打算搭理两人，而是径直走向我，把一张银行卡往我手里一递，说道：“嫂子，这笔钱你收好了，可小心点，别被贼惦记着。”江哥，老大说了，你的岗位一直给你留着，等你康复了继续回去工作。谢川转头对病床上的江淮嘱托着。婆婆气得在她身后大骂道：“小畜生骂谁是贼呢？那是我儿子的钱，谁让你给一个外人的？”可任凭她骂得再大声，谢川全当没听见。她看都不看婆婆和江淼，直接离开了病房。我无意再同两人闹下去，所以拿上脸盆，打算去打点热水给江淮擦擦脸。谁知婆婆看我要走，立马拦住我的去路，浑浊的双眼紧紧盯着我手上的银行卡，说道：“秀秀，妈帮你保存着这笔钱吧。医院里人杂，别回头再被小偷偷走了。小偷不就在这里站着呢？别人当小偷就是趁人不注意偷东西，咱这里的小偷倒好，光明正大的做些下三滥的事。呸！真不要脸！”我爸指桑骂槐地说道。婆婆说不过我爸，也不搭腔，一脸蛮横地继续跟我闹：“你还愣着做什么？把卡给我！”说着就要动手抢。江淼见状也上前来一起跟着抢。我手里端着脸盆，腾不出手，又被江淼抱住胳膊，限制了行动，一时间落了下乘。胳膊上、手背上被婆婆又拧又掐，出现了好几道红痕。你们娘俩欺负人是不是？我爸见此情景，立马红了眼，上来拳倒在江淼后背上，砰的一声，光听声音都疼得厉害。江淼疼得不得不放开束缚住我的手，我趁机抽出胳膊，积攒的怨气让我再也顾不上理智思考，拿起脸盆狠狠打在婆婆脸上。哎呦，快来看看呀！我歹毒的媳妇一家想要了我的老命呀！婆婆知道打不过我们，于是趴在地上就开始鬼哭狼嚎，配合着脸上被脸盆打起的一大片红印子，还真像是被我这个恶毒的儿媳妇欺负了一样。
你个老太婆没完了是吧？我爸挽了挽袖子，挥着拳头上前。婆婆颤了颤身子，观察了下病房门口围上来的人，继续哭喊道：老天爷，你睁开眼睛看看呀！我儿子刚中风，这没良心的儿媳妇一家就私吞了赔偿金，还要把人打死呀！门口的人拿着照相机，边拍边谴责道：啧啧，真是丧良心啊！这么对待一个老太太，也不怕遭天谴吗？可不是说呢，这年头为了钱，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婆婆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医生和护士来驱赶人群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啪！瓷器碎裂的声音响起，尖锐刺耳的声音让婆婆一度忘了继续表演。空气中有一瞬间的凝固，大家向着声音处望去，只见江淮正挣扎着，同手推着床头放着盛饺子的盘子，他的脸上一片麻木，已经看不出是难过还是绝望。我们只顾着争吵，完全忘记了考虑他这个当事人的心情。江淮艰难地开口说道：给他爸。婆婆听后一脸喜意，听见没？我儿子说给我。我大概知道江淮的意思，但还是不想太过便宜这对恶心的母女。于是将卡直接从窗户扔了出去，想要吗？自己去找吧。季秀秀，你就是个疯子。江淼扔下一句话，和婆婆一起一阵风似的跑下楼，去找银行卡了。我坐回病床前，帮着江淮重新躺下，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难过了。以后就当没有妈了。江淮吃力地拍了拍我的手，安抚我的心情。我爸原本还皱着的眉头瞬间舒展开了，他欣慰地说：你这么想就对了，以后你就当我儿子。那老太婆她不配。如果婆婆知道这20万买断了她和江淮的母子情，那她会不会有一点后悔呢？江淮终于肯跟婆婆断绝关系，我的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对婆婆一直是心有怨言的。婚后婆婆跟我们同住，她一个人不仅占了最大的卧室，还不和我们商量，就把客房塞满了江淼的东西，方便江淼过来住。平日里家里买菜做饭都是我和江淮负责，婆婆不仅1分钱不出，还要求江淮每个月给她3000块的养老钱。有了康康以后，我原以为婆婆会因为有了孙子就能停止作妖，跟我们和平相处。毕竟她对小勇是真心疼爱到骨子里的。谁知康康出生后，婆婆不仅没有任何表示，反而经常拿着我们买给康康的东西送给小勇。婆婆不照顾康康，也不允许康康住到我爸妈家，她怕康康长大后跟她不亲。最过分的是，她还打上了我妈
买给康康买的金手镯和金锁的主意，偷偷摸摸地到我们卧室翻找。要不是我对他早有防备，将东西都放在我爸妈家，这些值钱的东西就都被婆婆拿去给了江淼一家。刚开始，我因为婆婆做的这些事情，经常和江淮闹。婆婆不仅不劝，反而火上浇油，恨不得我和江淮立马离婚。我以为婆婆不喜欢我，后来才发现她不喜欢的是江淮，她的亲生儿子。我每次和江淮提出和婆婆分开住，她都为了维持住所谓的亲情，拒绝了我。现在，在婆婆的操作下，我们终于不用再顾及这份令人窒息的感情了。但这并不能让我的心情完全放松。婆婆拿走了那笔赔偿金，而江淮中风瘫痪，后续肯定需要不少钱进行治疗和康复，还有康康上学花费也不小，加上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杂七杂八的算下来，我们现在的存款根本不够。虽然我爸说钱的事他来想办法，但他和我妈的退休金就那么多，肯定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开销。我不想他们人到晚年还要辛苦挣钱。可是我现在全职在家，也没有经济来源。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个挣钱的途径。3天后，江淮终于可以出院了。这几天婆婆一次也没有来过。中间我回家拿换洗的衣物，她也把自己的房门关得紧紧的，并没有要关心一下江淮的意思。江淮虽然对婆婆已经失望了，但她躺在病床上时，还会时不时地看向病房门口。可惜一次都没有等来婆婆。我也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初步规划了自己以后的发展。摆在我面前的有2条路，一条是卖房子，这笔钱足够我在家照顾江淮。但这房子当初是江淮精挑细选的好地段，直接影响到康康上学，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另外一条就是创业。我们现在的开支太大，普通的打工根本负担不起。加上我已经3年多没有工作过，去应聘毫无优势可言。我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如今年轻人爱国意识觉醒，对汉服的热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决定从这方面入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风品牌。有了目标，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工作。我首先根据目前的流行趋势，熬了几个通宵，设计了3款比较满意的襦裙，然后拍照发到我的各个社交账号上，想看看大众的满意度。可是我明显错估了困难程度。我发表的作品，除了亲友寥寥几个赞贺评论以外，如同石沉大海，再无波澜。我自信自己设计的衣服绝对会有人喜欢，但为什么会没有人看呢？眼看我们的存款就要用尽，我的心越来越慌。还好朋友琳琳是做自媒体的，我厚着脸皮向她请教。
这才知道视频想要流量也是有很大的学问的。他教了我一些基础引流的手段后，又建议道：“你老公现在这个情况本身就是隐藏的流量啊，你只需要拍摄卖惨视频，然后在视频的最后宣传一下你的自制汉服，就不愁没人看。”我犹豫了一下，拒绝了好友的建议。以江淮的性格来说，他肯定是愿意牺牲自己来帮我的账号引流，从而挣钱的目的。但是我不想他为了家庭放弃自尊，他已经付出的够多了。我想帮他保留应有的体面。听到我的回复后，琳琳没有继续劝说，转而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工作室，帮我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条件是等我的国风品牌建成后，他占1成股份。我知道他是知道我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同时我也对自己的设计充分自信，所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我的账号是以素人改造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但并不是在路上随机选取行人当模特，而是我自己当这个模特。先将自己素颜穿着汉服的照片发到网上，请网友帮忙改造，引起网友的兴趣后，再一步步提升穿着打扮的质量，主打一个养成系。我只需要完成服装设计和拍摄，后期的引流维护全部都由工作室负责。即使是这样，刚开始的工作量都压得我喘不动气。短短几天，我就掉了7、8斤，眼睛下面一片乌青。我不敢让自己停下来，生怕耽误了工作进度。爸妈体谅我的辛苦，主动承担起照顾江淮和康康的重任。康康面对江淮突发的疾病，也难过得不行。他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累的时候不再哭闹着要爸爸妈妈抱，而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待在一边。等到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睡了过去。江淮对现在的境况也是着急，他每天坚持超额做康复，可是效果差强人意。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背对着我，痛哭不止。他不敢发出声音，怕打扰我休息，可是却止不住身体的颤抖。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只能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他，拍着他的手安慰道：“会好的。”为了注册自己的工作室，我回到家里去拿证件，却发现江淼一家都住进了我的家里。你们怎么在我家？我们的夫妻房被江淼2口子占据。江淼穿着我的睡衣，大喇喇地躺在我们的床上。我特意买的定型枕被他随意地扔在地上。见我回来，婆婆黑着一张脸，冷声说道：“这是我儿子买的房子，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你管得着吗？你这个坏女人，快滚出去！”我没注意到背后的小勇，他像一头小野牛一般朝我撞了过来。我防备不及，被一下子撞倒在床边。还好床是软包的，缓冲了一下。
我才没有受伤。我一个人对上他们3个人，肯定会吃亏，所以只能匆匆拿上证件，狼狈地离开了房子。回到爸妈家后，我才发现房产证不见了。怕爸妈和江淮担心，我并没有声张。反正现在法律完善，只有一本房产证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3个月的时间，我的账号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拥有了100万粉丝。我也脱胎换骨，好像变了一个人。正如琳琳所说，大家喜欢养成的游戏，或者说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改造一个人。在网友的建议下，我减脂塑形，体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还根据他们不同的要求设计了几件爆款汉服，一度卖到脱销。我的工作室和淘宝店也逐渐走上正轨，每天的交易量都很可观。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我终于不用再为江淮的医疗费和康康的学费而担惊受怕了。江淮见我改变巨大，他也没有自卑，反而更加认真地做着康复，同时利用这段休息时间又学习了更多专业技能。老婆，这段时间你辛苦了，等我彻底恢复了以后，重新挣钱养你。到时候不管你是想继续工作还是回归家庭，老公都支持你。经过这段时间的康复，江淮说话已经很流畅了，也能坚持自己走上一段时间。康康在爸妈的精心照顾下，也越来越活泼开朗，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不少夸奖，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我总觉得心神不宁的。婆婆和江苗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如果被江淼知道我们最近不但没有凄惨度日，反而挣了不少钱，他一定还会再出来作妖的。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江淼果然出来作妖了。以前，我对婆婆还保持尊敬的时候，她都是直接让婆婆出面拿捏我。现在我们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江淼就开始亲自上阵。秀秀，好久没见，没想到你现在也成为大网红了呀。江淼将我拦在公司门口，一脸热切地看着我，仿佛我们之间的龌龊根本就不存在，而像是一对关系亲厚的姑嫂。我不欲同他有过多的纠缠，只是冷声问道：“你有什么事吗？”江淼好像没有发现我不想搭理他，继续说道：“秀秀，你现在有钱了，也该多念念咱们这些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人。妈最近身体不好，总念叨着相见小怀。你说你们也真是，这么长时间一通电话也没有，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断亲了呢。难道不是吗？是你觉得之前江淮的救命钱不够买断跟你们的感情吗？”我面无表情地回怼。江淼脸上划过一丝尴尬：“你可别瞎说，那钱只是咱妈在帮你们保管而已。
怎么能扯到断亲上呢？再说了，我和你姐夫收入低，不比你和小怀条件好。那20万，就算你们帮帮我，又能怎么样？姐这次来是真的有事想让你帮忙的。你也知道，你姐夫一直老实巴交的。前段时间创业，结果被人骗了不少钱。现在你姐夫还欠了银行不少贷款。他们天天给我们打骚扰电话，姐真的是没办法了，这才求到你面。你放心，等追回这笔钱，我一定如数还给你。老实巴交，好吃懒做还差不多，就邓伟那样还创业，估计是想占便宜，结果自己却栽了进去。这钱肯定是有去无回，谁出谁是冤大头。有困难找警察，找我没有用。对了，我已经把我和江淮的婚房挂出去了，过2天就会有人去看房。你们尽快搬出去吧。听到我的话，江淼脸上虚伪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他飞扑上来想打我。我早就料到他的动作，向旁边轻轻一闪，江淼狠狠地摔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的。没其他事的话，我走了。我还要去处理工作。我暗自庆幸今天让我爸妈带着康康和江淮一起出去散心，要不然江淼找上门，他们肯定又要生一肚子的气。江淼趴在地上，一脸怨毒地看着我说：“季秀秀，我会让你后悔的。”当天晚上，我就被挂上热搜。江淼和婆婆发了一长篇小作文，控诉我这个儿媳妇不孝，不仅殴打婆婆和姑姐，要把他们的容身之所卖掉，甚至囚禁江淮，不让她与他们见面。我早就预想到了婆婆和江淼在看到我发达后会觊觎我的钱财。他们沉默了那么久，现在出现，我反而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当即就打算编写一条澄清文章。就在这时，我接到了琳琳的电话：“秀秀，你先别急着澄清，让子弹飞一会。我们正好趁着这件事给你的工作室涨涨热度。”这能行吗？我犹豫着。短短的几个小时，我和江淮以及我爸妈都被网友问候了一遍，还有些义愤填膺的网友扬言要人肉我们。这让我不禁有些担忧，爸妈和江淮看到后会受不了。你相信我，这些网友就是墙头草。他们现在虽然群情激愤，恨不得生剥活吞了你，但等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你婆婆他们就会遭受反噬。我们现在的应对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你继续保持每天直播，忍2天。等我们的热度上来以后，我再联系几个大 V， 把你的情况详细的叙述一遍。是非曲直，自然会有评判。我同意了琳琳的提议，并把事情的经过跟家里人说了一下，他们都支持我的做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家暂时就不外出了。
连康康都暂停了去幼儿园。可是网友的威力强大，他们很快就查到了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还扒出我在医院用脸盆打婆婆的视频。这下更是验证了我是个恶毒的儿媳妇。网友不停地给我和家里人发骚扰短信和寄一些恐怖血腥的快递，就算报警也制止不了。我的品牌和直播间更是涌进了一大批声讨的意识，他们不停地发差评和举报，让我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工作。婆婆和江淼并不打算轻易放过我，他们建了一个号，白天用来发控诉我的视频，晚上直播带货。利用网友的同情，也让他们赚了不少钱。江淼很得意他的成果，打电话跟我炫耀，那群网友没脑子的，我指哪他们就得打呢。你现在把房子过户给我，再给我500万，我就给你的机会放过你。要不然，我可不保证愤怒的网友会干出什么失去理智的事情哟。要是我不给呢？那下一个网暴对象就是你儿子。有其母必有其子，小小年纪就不尊敬奶奶姑姑，性格怪异，暴力成瘾，哈哈哈！我攥紧了拳头，默默地关掉手机录音。江淼，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没弄死我的话，那接下来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什么意思？我挂掉电话，将录音发给琳琳。被网暴的第5天，我之前的视频迎来了爆发式的流量，评论区里也不是单一的辱骂，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加入了进来，不知全貌，不予置评。就我觉得奇怪吗？如果被囚禁的话，报警解决就好了呀。只发视频也没见他们去找儿子啊。这老太太跟我婆婆长得好像，看面相就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这个小姐姐设计的汉服真的好好看呐，可惜人品不行。与此同时，我也终于等到了琳琳的回信，我已经联系好人了。我们的反击战要开始了哟！再次刷新。几篇大 V 转载的微博和抖音视频被顶了上来。根据江淮的同事、我们的邻居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为证，将真相原本地还原出来。婆婆不仅不关心儿子身体健康，反而抢走20万赔偿金，并且转头将我从家里赶了出来，让江淼一家住了进去，而我爸妈全程负责照顾江淮。我为了赚到江淮的医疗费，更是拼命工作。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想着利用江淮提高知名度。这一对比，高下立现。婆婆和江淼的谎言也不攻自破。江淼威胁我的录音也被放了出来，凶神恶煞的语气直接吓傻一众网友。妈妈，这里有坏人，好可怕！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竟然拿孩子做威胁，这种人不配当妈。好心的网友帮我按了当地警方，警察的工作效率也很高，立马发通告，
将以威胁他人罪、诽谤罪对江某进行逮捕，后期会发相关处理消息。晚上江淮也陪我一起出镜，告诉网友自己很好，没有被囚禁。她只字未提婆婆和江淼对她的伤害，这更引起了网友的同情。婆婆和江淼最终遭到了网友的反噬。江淼被带走时，婆婆终于忍不住上门，哀求怒骂轮番上演了一遍，要求我们撤销案件，不要追究江淼的责任。江淮已经对婆婆完全死心，任凭婆婆如何哭闹也没用。江淼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事情澄清后，我的淘宝店迎来了一波新的曝光度，订单像流水一样往外出。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郑妈了。还有1个月就是江淮的生日，我打算选一个好位置，给她开一家工作室，当做她的生日礼物。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于是打电话给琳琳求助，但她却带给我一个惊天炸雷一般的消息：秀秀，我这里来了2个人，他们想见见江淮。谁呀？你冷静点，听我跟你说，江淮很可能不是你婆婆亲生的。一对老夫妻看到你和江淮的直播后，找到我这里，说江淮可能是他们走失的儿子。那个老先生打眼一看，跟你家江淮简直一模一样，要说不是亲生的都说不过去。琳琳的话让我震惊得回不过神。虽然我也猜测过江淮不是亲生的，但当我的猜想真的印证时，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看？我问道。这样，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先做个鉴定再说。江淮身体还没有彻底好全，万一是个乌龙，对他来说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我和琳琳约定好，先不告诉别人。我偷偷将江淮的头发和婆婆的头发拿去鉴定，还把江淮的头发给了琳琳一份，她也拿去跟老夫妻俩做鉴定。为了拿到婆婆的头发，我还回了趟那边的房子，家里乱得不像样子。婆婆见到我，直接扑上来要跟我拼命。母女俩真是一个德行。我借机从婆婆头上薅了几缕头发下来，她疼得倒在地上哭嚎，自己被儿媳妇打了。但是经过之前那出她的名声早已经臭了，邻居们闻声都出来看热闹，还直夸我打得好。鉴定结果出来后，我让琳琳陪我去拿。我的手颤抖着不敢打开，琳琳等不及吃瓜，看到我的怂样，一把将报告拿了过去。第1份是婆婆和江淮的，她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赫然写着：依据 DNA 分析结果，江淮与刘婉如无亲子关系。这么多年，江淮不受宠的谜团终于解开，她不必再纠结自己的母亲不爱她，因为那根本不是她妈。怪不得之前在医院，我爸说江淮不是亲生的时，刘婉如的反应会那么大。第2份报告也被琳琳打开，
依据 DNA 分析结果，江淮与程思远确认为父子关系。一天之间，我失去了一个婆婆，又收获了一对新的公婆。我觉得脑袋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告诉江淮。考虑再三，我决定等到江淮生日那天，把这2份鉴定报告给他。无论他做何种决定，我都在背后支持他就行了。老夫妻得知江淮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之后，激动的涕泗横流。20多年来，他们从未放弃寻找江淮，甚至因为弄丢了江淮过于愧疚，后面就没有再生过孩子。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他们之后，他们表示这么多年都等了，不在乎再多等几天了。这边的事情都解决之后，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将刘婉如以拐卖人口罪告上法庭。据江淮的亲生父亲所说，江淮1岁多时得了肺炎住院，他和江淮妈妈熬了一个晚上，凌晨时实在顶不住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小江淮已经不见了。当年医院设备简陋，无法追踪将小江淮抱走的人。从此以后，他们就踏上寻找儿子的道路。我找到最好的律师，江淮爸妈提供了不少证据，其中包含一段老旧的监控视频。一个穿着花棉袄的女人鬼鬼祟祟从病房抱着一个东西出门，然后消失在拐角处。那个身形看起来像极了江淼，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像极了刘婉如年轻时的样子。律师分析证据后，表示刘婉如有极大的概率按照拐卖人口罪入狱。我听后心情舒畅，他不是想找自己的闺女吗？这下他们2个可以去作伴了。江淮的生日如期而至，我打算吃完饭后把一切告诉他。谁知一封诉讼书却破坏了我们的美好心情。诉讼书上原告处印着婆婆的名字，她起诉江淮不负赡养义务，要求我们每个月给她10万元的养老金。江淮还不灵敏的左手一直颤抖，面上的表情似哭似笑。我真的生气了，刘婉如简直就是欺人太甚。怕江淮情绪激动再犯病，我扶着他到沙发上坐好，然后对他说：“江淮，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能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但是你一定要冷静，不要激动。”我把江淮的身世和他被拐的过程一一道来，鉴定报告也拿到他面前。江淮紧拧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末了，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似是常年困顿他的心结终于打开。他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的亲生父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江淮期盼地看着我，像极了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孩子。我握着他的手说道：“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很爱你。为了找你，甚至没有考虑过再生一个。他们精神富足，很有学识。
他们很期待和你见面。江淮有些不安，又有些期待，问道：我明天就跟他们见面，你说好吗？好。这么多年来，江淮从未得到过父母的爱，他太渴望这份爱了。第二天，江淮和他的亲生父母在我的安排下见了面。或许是血脉的缘故，他们虽然20多年未见，但并没有陌生和疏离，仿佛预演了很多次。他们自然而然地抱在一起，诉说多年的思念之情。认亲后，我本打算让公公婆婆和我们一起住一段时间，但是老两口怕打扰我们的生活，坚持在隔壁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并直接写了康康的名字，说是给康康的见面礼。我爸妈知道这件事后，震惊了几分钟后，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我爸还一脸自得地说：“我说什么来着？就那个老太婆能养出江淮这么好的孩子吗？”爸妈和公婆相处得极为融洽，经常相约一起出门旅游。康康更是成了家里最受宠的存在。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全都视他为掌上珍宝。时光如梭，转眼间就到了开庭的日子。由于我方的证据确凿，刘婉如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而她拐走江淮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自己生江淼的时候伤了身体，导致以后不能再怀孕，打算抱养一个男孩来养老，但她又不舍得花钱，所以就把主意打到住院的小孩里来。法院宣判刘婉如有期徒刑10年，偿还赔偿金20万，精神损失费3万。原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我们一家又上了热搜。有知情人将我们家这件事发到了网络上。想到琳琳那见钱眼开的嘴脸，我大概能猜到所谓的知情人是谁。一时之间，我又忙得不可开交，痛并快乐着。江淮发出感慨：我以前不知道我媳妇这么有经商天赋，竟然让你全职在家，差点埋没了你的才华。我真是狗眼看人低呀！现在我宣布，我要正式当一个软饭男，也试试被富婆包养的感觉。哈哈哈哈！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